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巷口车频道，我是优图媒体编访队的阿泰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继上次行程规划的下篇来跟大家做介绍。那在进入本节目之前呢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大家做，就是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就即将进入节目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行程规划一样分成2个要点哦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一天要骑多长？其实，在之前影片就是有谈到，就是说，就是那心理测验嘛，就谈到说，我们有3个选项，一个是80以上，一个是40到60，那一个是不到30。其实不管是多少 K， 我觉得它没有绝对，那它有考量的要点，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事项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不是有坡度？那第2个是大家的体力状况嘛，如果你自己的话也肯定要注意。那第3个就是时间的部分，因为时间的长短每一个纬度，它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。比方说你冬天去，可能它的日光时间就比较短，那这也会影响到一些行程安全。那接着就是刚刚还有讲体力嘛，那接着说你们休息的点有多少，等等。这些都会影响到说，你一天要骑多少公里。那以我们自己经验，就是我们有骑过70-80以上一天，那时候甚至已经骑到住的地方都可能晚上了。那也有过一天可能骑不到30，可能是10几或20的，都可以。甚至我自己一个人在日本的时候，也有过就是当地的一个深度单车旅行，大概10几 K 也都有。那一般在计算时间，如果是像说在台湾好了，我们可能是以就是比较正常速度是1公里大概3分钟嘛。可是去到了海外，我们通常会建议抓比较长一点，大概是1公里可能是5分钟以上。那5分钟以上上到多少呢？我觉得就不限制，因为你有可能想要拍照，你有可能想要吃东西，你有可能想要等之类的。那以上呢，我觉得就是不要把它抓得太紧凑。那至于不管是如何，一天骑几 K， 我们自己觉得最舒适的话是一天大概60 K 左右。那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去思考去换算，当然这没有绝对，因为有些人他是不一定是全部都骑脚踏车嘛，他有可能是搭火车呢，在当地租脚踏车也都可以。那这也许就可以到一天，如果这样附近深度旅行的话，可能20或者是10几都是可以的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来谈谈有关就是在异地使用的一个导览的软体。那这边我会介绍2个软体，第一个呢就是 Google Map， 其实这个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。那第2个是 Navitime， 那它有2大特色，我要来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就是它有专门的自行车道的一个路线地图。那第2个就是说，它除了可以有自行车的路线之外，第2个就是说它整合日本所有的大众运输的一个资讯，不管是飞机、铁路，就是所谓新干线、地铁，甚至它的ferry、它的渡轮，它都可以帮你整合好。所以你只要确定要几点到几点目的地的一些航次班次，它都可以帮你去找到一个最佳路线，或者是不同的行进方式。那更多的话，我们之后会再为大家，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，我们可以专门为大家开一篇 Navitime 的操作使用方式给大家知道。好的，来到节目最后呢，我就来聊聊就是我第一次海外单车旅游的经验。那我跟一般大众的车友都差不多，就是我们选择了所谓单车友善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岛波海道。那它算是世界前3知名的，那也是很多人去那边骑脚踏车去感受那样的一个风光明媚，我们真的很推荐。那可是呢，重点来了，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跟大家一样，因为看网络嘛，那大概就是知道说，原来从尾道到金枝大概70-80公里，那也是评估过自己的能力之后，觉得好像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呢，其实
第一次的方式是用这样的一个第一天就用这种方式去启程。那当然，沿途中为了美食，为了景色，我们去拍照，延误了不少时间。所以我们到了金枝的时候，几乎已经是晚上将近9点多了。当然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这样的方式，它对我们来讲是值得，因为我们也许可以拍了夕阳，可以看不同的景色。那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说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单车旅游的一个节目给大家，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如何，只要你愿意去敞开心胸，不管你是想要比较广度的或比较深入的，我觉得找到自己最舒服、最合适的一个单车旅游一个模式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最后也欢迎各位海外单车旅游的一些朋友，如果你们有过相关的经验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如果疫情解封之后，如果你对海外单车旅游一些行程相关的一些疑问，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好，那更多单车旅游的内容，请记得继续追踪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